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本在亲子教育领域堪称经典的书籍《如何说孩子才会听，怎么听孩子才肯说》。这本书由阿黛尔·法伯达菲伯和伊莱恩·马斯利斯 （Elaine Maslis） 合著，他们两位都是国际著名的亲子沟通专家，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。这本书自出版以来，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，成为了无数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手边的育儿宝典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？它到底有什么独特的价值？想象一下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有多少次因为孩子不听话而感到沮丧？有多少次因为无法理解孩子的想法而感到无助？这本书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生的。它不仅提供了一系列实用的沟通技巧，还深入探讨了孩子内心世界的奥秘，帮助家长和孩子之间建立起一座坚固的沟通桥梁。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，我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，而她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走。这句话虽然带有幽默的成分，但也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在亲子关系中，沟通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却又至关重要的环节。如何说孩子才会听，怎么听孩子才肯说，这本书正是为了帮助我们改善这种沟通状况而写的。第一部分，理解孩子的感受。书中首先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是，理解孩子的感受是有效沟通的基础。很多时候，家长们总是急于解决问题，却忽略了孩子的情绪和感受。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孩子产生抵触情绪，甚至关闭心扉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孩子的情绪和感受是他们内心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他们的感受被忽视或否定时，他们会感到被误解和孤立。相反，当他们的感受被理解和接纳时，他们会感到被尊重和关爱，从而更愿意与家长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3. 应用方法。书中介绍了几种具体的方法来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感受。一、倾听与回应。当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时，家长应尽量放下手头的事情，全神贯注地倾听，并用简单的词语或短语回应孩子的感受。例如，我明白你现在很生气，或你看起来有点伤心。2. 描述孩子的感受。有时候，家长可以通过描述孩子的感受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。例如，你看起来有点失望，因为你的朋友没有来。3. 使用幻想的方式。当孩子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时，家长可以用幻想的方式回应。例如，我真希望我能立刻变出一辆自行车给你。通过这些方法，家长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感受，还能增强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。研究表明，当孩子的感受被理解和接纳时，他们会更有安全感，更愿意与家长合作。书中提到，当孩子感到被理解时，他们的孤独和伤痛就会减少。当孩子被理解时，他们对父母的爱也更深了。第二部分，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。在理解孩子感受的基础上，书中接下来介绍的是如何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。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无论怎么劝说，孩子就是不愿意听从指令。这往往是因为我们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孩子天生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。如果家长总是以命令或指责的方式与他们沟通，他们会产生反叛心理。相反，如果家长能够采用一些更温和、更具建设性的沟通方式，孩子会更愿意合作。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沟通技巧。一、描述问题。用简单的语言描述问题，而不是指责或命令。例如，牛奶洒了，我们需要一块抹布，而不是你怎么这么笨，把牛奶洒了。2. 提供选择。给孩子提供有限的选择，让他们感到自己有控制权。例如，你是想现在洗澡，还是过5分钟再洗？3. 用简单的词语表达。有时候，少即是多。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你的要求，而不是长篇大论。例如，请把玩具收好，而不是你怎么又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，快点收拾好。1. 描述你的感受。诚实地表达你的感受，而不是攻击孩子。例如，我感到很沮丧，因为我现在需要安静，而不是你真烦人，安静点。这些方法不仅能有效地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，还能增强孩子的责任感和自信心。当孩子感到被尊重和信任时，他们会更有动力去完成任务。书中写道，我们越尊重孩子，孩子就越愿意尊重我们。第3部分，代替惩罚的方法。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惩罚往往是许多家长常用的手段。然而，书中指出，惩罚往往会产生负面效果，甚至会损害亲子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惩罚会让孩子感到羞愧和愤怒，从而产生反叛心理。相反，如果家长能够采用一些更积极、更具建设性的方法，孩子会更愿意改正错误。3. 应用方法。书中介绍了几种代替惩罚的方法。1. 表达强烈的不同意见。明确表达你对孩子行为的不同意见，而不是惩罚。例如，我不喜欢你乱扔东西的行为。2. 提供选择。
给孩子提供选择，让他们自己承担后果。例如，你可以选择把玩具收好，或者我帮你收起来，但最后1周都不能玩。3、解决问题，与孩子一起讨论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例如，我们怎样才能确保你每天都能按时完成作业？4、自然后果，让孩子体验自然后果，而不是人为惩罚。例如，如果孩子不吃晚饭，就让他体验饿肚子的感觉。这些方法不仅能有效地纠正孩子的行为，还能增强孩子的自律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当孩子感到被尊重和信任时，他们会更有动力去改正错误。书中提到，惩罚孩子，我们永远剥夺了他从内心深处对自己错误行为的反省和改变的动力。第4部分，鼓励孩子自立。书中还强调了鼓励孩子自立的重要性。很多家长总是习惯于为孩子安排好一切，却忽略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能力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能力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如果家长总是过度保护和控制，孩子会变得依赖和缺乏自信。3、应用方法。书中介绍了几种鼓励孩子自立的方法。1、给孩子选择的机会，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，培养他们的决策能力。例如，你是想穿红色的衣服还是蓝色的衣服？2、尊重孩子的努力，当孩子尝试新事物时，给予他们肯定和鼓励。例如，我看到你很努力地尝试拼图，真棒。3、不要问太多问题，不要总是问孩子太多问题，给他们一些空间。例如，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？而不是你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。4、鼓励孩子寻找答案，当孩子遇到问题时，鼓励他们自己寻找答案。例如，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？这些方法不仅能有效地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能力，还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当孩子感到被信任和尊重时，他们会更有动力去探索和成长。书中写道，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们学会自立。第5部分，学会赞赏孩子。书中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如何有效地赞赏孩子。很多家长都知道赞赏的重要性，但往往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赞赏可以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。然而，不恰当的赞赏方式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。例如，过度夸张的赞赏会让孩子感到不真实，而带有条件的赞赏会让孩子感到压力。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赞赏方法。1、描述你所看到的，用具体的语言描述你所看到的行为，而不是泛泛而谈。例如，我看到你把房间收拾得很干净，真棒。2、描述你的感受，表达你的感受，而不是评价。例如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你今天主动帮我洗晚餐。把值得赞赏的行为归功于孩子，让孩子知道他们自己的努力和付出。例如，你今天在学校的表现真不错，因为你很努力的练习事，关注过程而非结果。关注孩子的努力和过程，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。例如，我看到你很努力的练习弹钢琴，这很棒。这些方法不仅能有效地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，还能激励他们继续努力。当孩子感到被肯定和欣赏时，他们会更有动力去追求卓越。书中提到，赞赏就像一颗种子，它会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，成长为自信和自尊。通过以上对如何说孩子才会听、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亲子沟通的指南，更是一本关于如何与孩子建立深厚情感联系的宝典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实用且有效的沟通技巧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孩子，鼓励孩子与我们合作，代替惩罚的方法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，以及学会赞赏孩子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亲子关系中，它还可以延伸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无论是与家人、朋友、同事还是陌生人相处，这些沟通技巧都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和谐、更融洽的人际关系。那么，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拿起这本书，认真阅读并实践书中的方法，相信我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个充满爱与理解的世界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我们越尊重孩子，孩子就越愿意尊重我们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用心去倾听，用爱去沟通，让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充满尊重和理解的环境中茁壮成长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都能从这本书中受益，找到与孩子沟通的更好方式。记住，沟通是亲子关系的基石，而这本书就是帮助我们构建这块基石的指南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更好的父母，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。